看方伟时间的早安美国节目，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几条新闻呢，首先是美国政府要关门，所以将造成的影响是什么？而这次关门的来龙去脉又是如何呢？另外呢，就是这个中东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我讲的是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之间在加沙的战争。那么现在呢，出现和平曙光，怎么出现的？其实似乎是一夜之间的到底怎么回事呢？背后又发生了什么？另外呢，就是哈佛呢又挨一记重磅这个川普总统打到他头上的，这对哈佛意味着什么？还有全美的将军大会今天召开，说了半天那么神秘将军大会到底内容是什么？这是今天方伟给您带来的话题，还有其他的一些新闻好，在我们开始说之前呢，请大家能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可以收到更多节目的通知。看方伟时间学美国常识希望我能够不辱使命。好，我们现在就直入正题首先讲一下这个叫做美国政府要关门什么情况如果国会在星期三午夜之前，就是今天晚上其实是午夜之前，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不能够通过一项短期叫做拨款延长案的话呢，政府就将关门。如果发生的话，那是川普任内的第4次政府停摆。那任内指的是包括第一任有3次，这是第2任的第1次好，那如果停摆的话，什么服务没有了，什么还有那先说什么还有？那美国的军队还有军队基本不受影响但是军队中的有些文职部门不是那么紧要的，它会这个叫做休假。那整体的军队不会美国的关键执法部门呢都还正常运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美国的福利部门还运转因为福利涉及领福利的人他能不能生存下去嘛，所以也不受影响。好，军队、司法部、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移民和边境巡逻等等这些跟执法相关的行动呢都不受影响。那医疗保险Medicare 医疗补助 Medicaid 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 这个发放金将持续发放。还有就是说美国邮政不会停摆。另外呢，美国的退伍军人的医院跟诊所虽然是联邦政府出钱的，那也不会停摆。那你说停摆的是谁？财政部停摆，国税局停摆，小型商业管理局停摆，住房和城市管理局停摆，教育部停摆，商务部停摆，劳工部停摆，环境保护局停摆，国家公园服务处停摆对不起，航天航空局NASA 非关键的部分停摆，还有国务院除了驻外的使领馆不停摆之外呢，那其他的正常工作也都停摆。影响是80万人。大家知道美国的叫做联邦政府的雇员是200多万嘛，240万嘛，所以其实是1/3的人会休假。好，什么影响呢？除非你正在跟政府打交道，你正在从小型商业局申请贷款，那你就要会 delay 一些会延迟一些，否则的话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每天都跟美国联邦政府打交道的人呢毕竟是少数，所以大多数人感受到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国家公园服务处它一旦关门的话，国家公园并不关门但是没有人管。也就是说呢，你会感觉到在国家公园丢垃圾的时候，时间一长，这个垃圾没人收怎么这么多垃圾？就这么个情形那么这个美国政府这个预算达不成，没有钱拨出来，搞到政府没钱用，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有的，很早就有。但是以前呢，各个部门没钱就借钱呗，对不对？美国政府你借钱给美国政府从来都是不用担心不还的，人家信誉非常好但是呢，我现在在讲这个政府停摆这件事情的来源在1980年卡特的司法部长当时就做了一个司法解读，说没有钱必须严格因为钱是由国会拨的，当国会不拨钱的时候，我们不能自己借钱度日这是违法的从那以来呢，美国政府就到了没钱的时候呢，国会通不过的话就会停摆到现在总共停摆了21次有的停摆只有1天，有的停摆是最长。在川普2018年，他为了争取这个叫做边境墙的预算，那么那次是历史上最长时间的停摆，时间长达35天。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吧，美国政府停摆，美国没有停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特别人住在美国的话，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现象，对吧？它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政府并不大，它并没有涉及到或者干涉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其实也不管经济，也没有5年计划，也没有10年计划，政府甚至连警察也没有联邦政府是没有警察的那你说 FBI 不是警察吗？不是， FBI 是一个调查局，它是调查犯罪事件的，它并不是联邦层面的警察这个概念
那你说 U.S. Marshal 是什么？那是法警，美国法警。总而言之吧，联邦政府连警察也没有，也没有城管啊。总而言之嘛，就是其实美国政府的功能并不大。但是你说美国政府花了钱那么多啊，7.2个兆啊，GDP 才23个兆，政府花了7.2个兆，政府不是很大吗？对，没错，7.2个兆里头绝大部分是福利啊，所以呢也只涉及这个领福利的人，所以美国政府的福利政策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川普政府在这一届根本没有动这个东西哈，但是谁都知道这是大问题，这是所有国家政府的大问题。政府办福利，因为政府不善于办福利，他去办福利就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包袱，最后把这个政府拖垮哈。好的，那所以呢，这个政府虽然停摆，大部分人生活都是好好的哈，所以呢，我们从中看得出来，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的传统还是保持着哈，政府没有凶到那个地步，很凶，到处都是。结果政府一停摆的话，那就整个社会就没法运作了。在美国完全不是这样哈，政府停摆，甚至美国的老百姓都不会感觉到有吗？没看新闻不知道。好，这是常见的现象啊。通常呢，政府停摆呢会导致这80万人吧，对不对？叫做非必要的联邦员工必须休假，事后会补发工资啊。这个不是政府决定的哈，这是国会决定的，所以一定会发给他们，就等于对他们来说是增加出来的度假。所以呢，政府被停摆的雇员呢也没啥问题。当然，除非你是月光族哈，你每个月拿到就花光啊。这一个月如果停摆了超过1个月没钱给你，你就会有点窘迫哈。好，但不管怎么说吧，似乎都没什么事儿。但是这一次的停摆跟以前的停摆有不同之处啊。什么不同之处？2个地方。第一个呢，白宫预算管理局哈 OMD， 那上周就发出一个备忘录，指示各个联邦部门要利用这次机会，考虑对所有员工发出裁员通知啊。OK 啊，特别是那些没有其他资金来源，而且不符合川普政府的优先事项的工作。对不起啊。这2天啊有点感冒的感觉所以呢，如果国会没法为政府提供资金的话呢，那么借这个机会你就把他们裁掉。这一点哈让民主党很不愿意哈，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在政府这方面是什么区别？民主党呢就是相信政府的力量，相信政府会对社会做好的改变啊，是一个社会改变的正面的力量。而共和党呢对政府的这个眼光一直是怀疑跟警惕的。所以呢，这就是2党。我说的是历史上啊，不是说现在已经变质了的这个民主党。那么在历史上，他们这是2个不同的功能，2个功能都有道理哈，都互相看着就不会失去平衡，政府不会一力做大，在民主党治下。那么呢，也不会因为怀疑完全不能起作用哈，政府还能起它该起的作用。好，那么现在呢，这个硬是要停摆的话呢，那对民主党来说，其实这件事情待会儿我说完之后你会知道哈，这个停摆是由民主党造成的，或者民主党可以不停摆，但他还是要他停摆。对民主党是一个双刃剑哈。第一呢，让政府不停摆；第二呢，你民主党想要的政府会缩小，你着不着急啊？其实这件事情在3月份已经出现一次了，那一次也是需要一个临时预算拨款案。为什么需要临时预算拨款案？因为这是明年年度的哈，正式的这个预算是12项啊，12个议案到现在没做出来，所以没做出来之前呢，政府不能停嘛，对不对？就有叫做临时预算这个延长案，这个英文叫做 CR 哈 ，Continuous Resolution。在3月份也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形，当时呢，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和9个民主党人就跑到这边来投票这样就让这个预算案可以过去。大家知道哈，这个预算过不过跟众议院没什么关系因为众议院它是少数，众议院没有 filibuster， 所以呢，参议院多数嘛，然后共和党多数在众议院，所以呢，众议院就一定过。唯一能够挡住多数党的是参议院的 filibuster因为有这个阻击发言嘛，所以呢，这个共和党必须拿到60票，今天他只有53票，所以需要从对面呢跑出来7票或者10票，这就是上一次3月份舒默和9个人跑到这边来投票，就突破了这个 filibuster。所以民主党一边想挡住这个政府的临时预算拨款，一方面呢又担心伤到自身这是第一次特殊。第二次特殊是这次争议呢，其实不在法案的内容，因为这次你看临时拨款都有个内容，对不对？你到底在这个临时拨款拿来干嘛呀？这共和党提出的案子就是说什么都不变，以前怎么花钱还是怎么花钱，只是我们拨款拨到11月20号延长50天的时间，其他什么都不变
当然，唯一的有一个变动是什么呢？就是查理·克克被刺杀之后，国会就发现我们的民意代表安全太松弛很容易被人家开枪打。那结果就多拨出几千万美元用于这个议员的安全保障。所以呢，简单的说呢，共和党提出来的这个 C2是第一啥都不变，第二呢，唯一增加的对就是议员的安全，所以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还不同意呢？因为在我看来，因为民主党看到这是唯一的他可以跟川普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他要讨什么东西他要讨3个东西。第一呢，他说要延长奥巴马健保的保费补贴。大家知道奥巴马健保就是全民健保，对吧？全民健保虽然全民健保你还是要交个保费，每个月要交个 premium 而有的那个民主党认为有些穷人就是交不起，所以政府有一笔钱拿出来呢，作为这个政府补助穷人来交这个保费。那这是一个有个限期的在年底会到期。好，那民主党就说不行，你既然要临时拨款那现在就要把这个叫做政府付穷人保费的这件事情做成永久性的。那参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就说，这事还没到期呢年底再说不行吗？我们现在需要这个临时往前走而且对于年底是否延长的话，我们是开放的但是呢，舒默就是不干而且把这件事情说成是叫做共和党的 healthcare crisis。我平心而论我也不站位我觉得把这么一件事情，他要把这个全民健保的 premium 的每个月的保费由政府补贴，如果不补贴就说成是 healthcare crisis， 是有点夸张不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废除川普大而美法案，就前一阵通过其中的医疗部分。这个医疗部分就是说，能工作的人你要工作，你有每个星期有一定小时的工作是你去领取医疗补助的条件。这不是很 make sense 的一件事情吗？但他要把这个废掉那第三呢，就是要追回几十亿美元被取消的国家公共电台和国家公共电视台的拨款。也就是说呢，民主党希望能够重开 NPR 跟 TBS 公共电台和公共电视台。那参议院领袖图恩就说，他说拜托这是临时拨款案只是为了让政府不关门，这不是做什么重大政策改革的地方，好不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对 Chuck Schumer 来说还是不够所以他就认为说，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川普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保守派的政策实在是受不了，但是呢又没办法两院多数都在人家手里，总统在人家手里，高院在人家手里，所以呢他这是唯一他有办法能够卡壳的地方。所以呢，虽然图恩在媒体上说他接受 NBC 这是这个左派媒体采访时候说，从根本上讲呢没有任何改变一切都是一样的。民主党要么呢就投票支持一份干净短期两党合作的拨款案，优先考虑美国人民，就是不关门的意思要么就选择一切完全可以避免的，要么就选择一场根本就可以避免的停摆，把政治置于一切之上。好，那么其实3月份的时候也同样的情形嘛，后来没有挡的原因呢，就是说还有一个特别原因，就是当时马斯克在操作 Doge。大家知道马斯克接手这个 X 之后，推特之后一把这个员工砍掉70%，所以那时候真的把民主党有点吓坏了觉得不行，要停摆的话，马斯克一刀下去，是不是砍掉70%的联邦雇员呢？那次就不敢挡那现在马斯克也不在了，他们想，我现在再不挡，我要被川普的改革跟政策气死了所以唯一找到的一个出难题的机会呢，就是这个临时拨款来挡一挡但是呢，挡久了他也伤自己，也伤自己喜欢的联邦员工时间再长会伤自己的名声，因为美国老百姓都能看得出来，就是你硬是要挡嘛，对不对？本来就是可以不关门的所以最终还是要让路好吧，现在呢也不是民主党铁板一块了，唯一公开支持共和党的这个短期拨款案，这个 C2 的是民主党的参议员宾州的约翰·费特曼就是那个有中风的这个人确实还挺 fair 的挺温和的。他就说，如果民主党担心川普政府带来的变化，关闭政府不是正确的做法。费特曼说，我们应该让政府继续运作。如果我们让政府运作，你知道，数以百万计依靠政府的人们将面临那种混乱和损失如果我们让政府关门的话那这不是合适的时机尤其是在查理·克克遭遇刺杀之后。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长期谈不拢，打仗打了将近3年了以色列最近发动全面进攻一定要把这个哈马斯全部消灭全球是关注。所以在联大发言的时候呢，这个内塔尼亚胡他上台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退场抗议。
结果几天之后川普推出中东和平20点的这么一个计划，结果搞到大家几乎全都同意唯一的在犹豫的就是哈马斯他说愿意考虑，所以是怎么回事其实，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这个叫做鸭子划水表面上看到是一回事，下面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联大期间，纽约联大期间联合国大会期间，元首都在纽约，所以川普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就派出他的特使也就是纽约的他的好朋友 Steve 维特科夫，原来是纽约的一个房地产的大亨，跟川普是同行叫威特克，和他的女婿叫做 Jared Kushner， 就是前中东特使，也就是现在的中东特使加上一届中东特使，两个人主导，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就穿针引线，跟埃及、约旦、沙特、阿联酋等等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秘密磋商，那么分享这个川普的提案，确保他们能够买单，因为在纽约嘛，这俩人全是纽约人熟门熟路于是约他们来回谈，就是非常有效率。其实呢，在这之前，在过去4个星期，川普团队已经跟以色列高层，包括川普，直接针对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叫做激烈的谈判，有的时候一谈连续4天，不眠不休连续谈。那么不同于这个拜登时代的多边框架，拜登谈中东协议的时候是大家坐在一起谈其实拜登时代没谈出什么和平框架来，但川普呢每一次都能谈得出来。川普用的是顶层设计加快速执行，什么意思？就是我来定方案然后先锁定以色列同意，然后再去找阿拉伯国家，叫他们当担保人，他们同意，最后再施压到哈马斯，让他没得什么变没有办法去腾挪了让哈马斯接受。当然办法是办法关键还是协议的内容本身，不是吗？因为原来大家知道川普是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的那也不承认这个巴勒斯坦建国，起码现在不承认，而且要求说加沙清空，重建中东的拉斯维加斯或者中东的夏威夷，这点呢这个哈马斯跟阿拉伯世界全都接受不了。结果这一次呢，你知道中东20点，川普的20点和平协议怎么说？第一，你哈马斯把人质放掉把这个尸体归还；第二呢，哈马斯你解除武装摧毁工事，摧毁地道，然后我们给你特赦。第三，以色列军队从加沙撤出来美国安排接管的军队，那有可能是美军呢，然后在加沙建立特别经济区，低关税然后专家小组制定发展计划而且没有强制迁移，自由进出，也就是不把加沙人赶出去。那到底临时政府是谁呢？临时政府是巴勒斯坦的技术人员和国际专家组成。然后呢，在临时政府上面再设立一个叫做和平委员会和平委员会的主席是谁？是唐纳德·川普他自己。那具体操作的人是谁？川普把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请来监督。然后呢，在加沙的建设，美国出钱出技术来重建。大家看明白没有？这是美国是大幅让步所以呢，中东阿拉伯国家其实是非常的惊喜埃及、约旦、沙特、阿联酋等等都很高兴川普也照顾到各方面的面子，他们都表示全面接受。其实前一阵的以色列有轰炸那个卡塔尔就卡塔尔很不爽嘛，结果川普跟内塔尼亚胡昨天在白宫的时候，川普当场打电话给卡塔尔的那个国王，就埃米尔，他不叫国王，叫埃米尔，然后就说，这个我这里内塔尼亚胡在这儿，他要跟你通话，要向你道歉。结果内塔尼亚胡把电话接过来，就跟人家说对不起。哇，对方很高兴，马上接受你的和平协议支持川普的20点和平协议。那么昨天呢，这个其实白宫是叫做媒体界叫做上演双簧表演也就是说呢，内塔尼亚胡昨天跟川普在白宫见面嘛，在联合记者会上，其实他们已经谈了4个星期了，已经谈好了川普就跟内塔尼亚胡各演各的角色，川普就大谈如何重建像中东拉斯维加斯一样的加沙。内塔尼亚胡则强调要消灭哈马斯的威胁，两个人就是一个软的一个硬的就这么去说，造成一个不得不接受的这么一个效果。其实哈马斯的领袖在多哈在中东的多哈审查提案的时候呢，据传一度看完之后沉默了30分钟，就没说话然后回复就说值得考虑。川普在 X 上发文这调侃就是说他们终于看到和平的甜头了所以呢，这就看得出来川普的和平计划的意外的吸引力他呢就是首次明确了哈马斯退出政治舞台的一个特赦的一个路径但这里呢当然了，这里最关键的是以色列，对不对？他跟内塔尼亚胡说，他说你到底要什么？第一呢，你要你的人质回来，已经去世的这个人质的遗体回来。第二，你不要哈马斯再成为你的威胁，对不对？做到这2点就可以接受和平。
那内塔尼亚胡就同意了哈。于是呢，这个和平协议呢，现在就几乎得到各方接受啊。当然，这和平协议也是有牙齿的。怎么讲？川普说呢，现在和平协议丢出来，最后一个接招的是哈马斯。我只给你72小时时间，3天时间，你要释放所有的人质和这个交还遗体的这个遗体。如果72小时不做的话，我就放手以色列全面进攻，而且会给以色列很大的军事援助。所以呢，就是一边是橄榄枝哈，一边是大棒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所以同时递出去。我们就看哈，我们看这个3天之后，中东和平是否能够达成。它基本上最后的目的就是说，让哈马斯完全消失掉哈，在政治舞台上消失掉。由巴勒斯坦的当局逐渐接管加沙，但是美国又扮演重要的角色，就这么个情况哈。所以呢，这是川普的另外一个做法。你觉得怎么样？川普这个打造这几乎不可能的和平就这么打造成了还没有不能说成了，就是有可能能够成。你怎么看？留一个评价好不好？你认不认同川普的这个和平方案呢？对，如果认同的话呢，就写个 A， otherwise 写个 B， 我们看看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好吗？好，下面呢，我们已经讲到哈佛哈，川普跟哈佛的对战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了。那本月稍早9月3号。这个因为川普收拾这个哈佛都会告到法院去。9月3号呢，波士顿一个联邦法官就裁定说，政府必须恢复那么今年稍早时候冻结的22亿美元的给哈佛的联邦研究资金。等于是这个川普输一仗哈，但川普肯定会上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川普就再出新招哈，川普呢就是说这个川普的卫生和这个公共服务部HHS。的民权这个办公室刚刚写了封信给哈佛的校长，叫做艾伦加伯Garber， 表示说呢，我们正在启动哈佛的一个叫除名程序。这除名程序是什么意思啊？除名程序就是说，宣告这个大学不再有资格跟联邦政府做生意啊。如果这个除名成功的话，那白宫哈佛就别说你的告到法院去了，你从此从联邦政府1分钱都拿不到，彻底切断。所以呢，导致的结果不光是22亿美元呢，这将是哈佛迄今以来最沉重的财务打击，可能导致每年几十亿美元的资金面临风险。就是让哈佛变成失去接受联邦资金的资格，就是这样子哈。那迄今到现在为止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哈。哈佛的发言人呢，暂时还没有评论。那除名的程序一般是针对那些被联邦政府认为不再具备跟政府合作资格的实体。那现在联邦政府就说因为哈佛没有解决学校的反犹问题所以呢你就没有资格，你就跟那些烂学校是一路的，所以呢因此把你 debar 掉，英文叫做 debarment 把你 debar 掉。所以呢这就是周一的行动。昨天的行动是川普政府针对哈佛一连串这叫做制裁的最新的一步哈。早在5月份呢，美国的教育部长叫琳达麦克洪就已经给哈佛写信说，你不再具有资格获取未来的联邦资助那么政府呢现在就是等于是付诸实现政府还威胁过去的要撤销哈佛的免税地位，这个也在进行中，以及限制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能力。那么这个过程怎么走这个 department 就政府首先会建议卫生跟这个叫做健康服务部暂停所有联邦拨款，这将阻止任何联邦机构向哈佛提供资金。那么然后暂停期是1年，在这个期间呢，政府会审查哈佛是否被永久禁止获得联邦资金。哈佛自从收到这封信开始呢，有20天可以要求举行听证会可以去上诉申诉一下。但不管怎么说吧，这持续1年的话，哈佛就是没钱呢。起码这1年没钱吧，不管以后有没有钱，这1年没钱你怎么办呢？你没钱，你能一直在雇那些人吗？你就不得裁教授吗？所以呢，这就是目前哈佛跟这个川普政府的战斗还在进行之中。你怎么看呢？你支持川普的这个行动吗？川普已经公开表示说，哈佛如果要弯腰的话，至少要付联邦政府5个亿的美元作为罚款。我们都知道哥伦比亚大学宾大都已经屈服了现在哈佛还没有屈服，所以这个战斗压力还在持续的施加中。海格塞斯跟川普讲话，现在都在说把全美大概是800个将官招到叫做弗吉尼亚的一个叫做什么的孔蒂卡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到底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基本上呢就是说，目的不是传统的定期大会，这是个特殊的会议海格塞斯就说，他今天上午刚刚说的，他说这是重塑国防部为战争部的起点。
这个会议的主要的议题是军事改革、领导力的标准，其中包括战士英雄，主要战士精神 （warrior ethos），是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哈，我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吧，是吧？还有这个装备审查的问题，这个会就一天哈，就是今天上午举行，然后呢，川普也会去，记者就问川普你去那干嘛？川普说我会去告诉将军们我爱他们啊，强调的是领导力和士气。川普甚至说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我在这个 Quantica 不喜欢哪个将领，我当场就可以把他解雇掉。他说 If I don't like them, certain people, I will fire them on the spot 天哪，这个很强势的这个三军总司令哈。好，海格塞斯在早上的演讲中说，为了维持和平，我们要准备战争，不怕战争的国家才能够得到和平啊。那听他说这个话，是不是跟我一路说的过去3-4年之内跟大家说的是一样的？不让敌人拔剑的方式是自己有刀啊，所以呢，这就是用实力求和平的方法啊。当然了，我说这话不是我的哈，我是引述建国先父的话，所以建国先父的话现在就到了这个川普跟海格塞斯的嘴里哈。那叫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哈丹凯恩上将在演讲中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变化并且存在潜在危险的时代，我们的对手不是在逐渐结盟，他们已经结盟，显然指的就是中国、俄罗斯啊，跟这个北韩之类的哈，跟伊朗在这个93阅兵的时候的一个结盟，他们已经结盟，而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和团结来结盟。即使我们努力追求和平、寻求和平，也必须随时为战争做好准备。所以呢，那同时另外的相关的是，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凝聚共识哈，国防部改成战争部意味着什么意思？然后强化军队的文化哈，这么个情况。这就是这次的这个开会的主要的目的，跟我以前估计的差不多哈。那另外呢，也在海格塞斯说，国防部长说，我们正在彻底改革总检察长的投诉制度哈，把这个流程改一改。这个流程现在已经被武器化，把投诉者意识形态者和表现不佳的人放在 driver seat 哈，驾驶员这个座位上。我们要同样改革战争部里的平等机会和军中平等机会政策哈，不再允许无聊琐碎的投诉，不再接受匿名投诉，不再允许重复投诉，不能再抹黑别人的名誉，不羞耻的这个对待，不再陷入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啊，必须让军队做军队的事啊，不能干什么都如履薄冰。当然这里头具体什么意思我也说的不是太清楚哈，他有指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海格塞斯希望军队就做军队的事儿，别搞那些乱七八糟的哈。拜登日前同意哈支付2450万美元给川普哈来了结川普的账号，在2021年在拜登当选之后，他立刻不是当选之后，1月6号之后，他立刻账号被封锁而提起的诉讼案，就是和解嘛，对吧？2450万中呢，2200万呢将拨给国家广场信托基金会 Trust for the National Mall 哈，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这是一个参与兴建2亿美元的新的白宫舞厅的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另外250万人就是提起诉讼的其他的原告哈，包括作家叫做 Normally Wolf 和这个美国保守联盟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 就是主办那个 CPAC 的那个组织哈。基本上看到没有，川普赢了这个官司他账号被封杀，然后呢他就告，谷歌知道再打下去一定输掉嘛，于是呢又是川普又成了总统了，就付钱消灾哈，但是这个钱川普1分钱都没拿到全都是交给各种非营利组织和交给别人了。好，下面一个就是四中全会现在未定之数。我们都知道10月下旬10月20号到23号，中共将召开所谓的四中全会。那么现在呢，四中全会到底会怎么样现在习近平是否已经失去权力，是否面临下台或部分下台所以现在成为网上大家都争论的焦点，而且双方都有道理你要问我的意见是什么，坦率的说我并不熟悉。其实昨天有媒体要采访我我就没有接受我说我不懂。但是我又在跟张天亮做了这个节目，对不对？等于在做一个对辩嘛。但是对我来说呢，提问题和是在这个问题上是专家是两回事我只能提问题，我并不是专家。所以呢，现在是这样这个像我的好朋友这个都是这个网红唐金远先生和张天亮教授观点在这件事情上观点不同。观点不同我觉得很好很正常，对吧？这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不同的观点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嘛，对不对？这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那么你要问我的意见是什么呢？稍微等一下我待会儿说。那么最新的消息是我们知道这个29号昨天的消息呢，习近平将在下个月10月31号到11月1号
以3天2夜的行程访问这个韩国，这是韩国什么韩国日报说的哈，出席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会的峰会。习近平逗留在庆州逗留期间呢，预计将和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啊，还有美国总统川普接连举行韩中和美中首脑会议。如果习近平按计划访韩的话呢，这将是从朴槿惠时期的2014年以来，时隔11年的首次访韩。那一个理解说，既然这样，那习近平肯定不下台啊，对不对？下台还搞什么叫做什么韩中跟美中首脑峰会啊？那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这就是中共在后面做局，前面演戏的事儿不说明后面的是怎么回事。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要问我的话呢，我只能说我的感觉是习近平是出问题，他的权力是出问题。但我只能说我感觉哈，我们就看一下吧，看看四中全会是否会告诉我们某些答案哈。那您觉得呢？他会出问题吗？所以现在中美关系都出现很多变化。Anyway， 就这样哈，这些变化到底是正常的习近平的想法变了，还是他自己出问题了，所以才出现变化。今天晚上7点半啊，晚上7点半呢，在远方对话哈，唐靖远跟方伟的对话中，我们会再谈这个问题哈。晚上7点半啊，大家留意收看。所以呢，请大家订阅方伟时间，这样不会错过节目的通知哈，好吧？好，那今天就这样了，晚上再跟大家见哈，我会跟他做一些深入的探讨啊，希望到时候可以见到大家。好，喜欢方伟节目的人呢，记得能够走之前吧，能够点赞，还有转发给更多的朋友。那么没有订阅的朋友点个订阅一下哈，已经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这样可以收到通知。好吧，那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